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梦星云。这期来看两个东西，一个是 Microsoft Edge 这个浏览器自带的一些隐私保护的方法，另一个是 Warp， 之前有讲过，这期讲一下它的一些要点。那 Microsoft Edge 的安全网络就像山海经里的网象，能操控水流，隐身水中。Edge 的安全网络功能也一样，它能够开启保护，让你的信息在网络世界里隐身。有 5G 的免费流量，刷刷博客看看剧应该是够了。 Warp 就不用多说了，它是 Cloudflare 推出的，它就像是山海经里的昆武刀，装好设置好以后，一刀劈开卡顿的迷雾，让你穿梭各个网站，就像逛夜市一样轻松。我们逐个说一下，先说一下这个 Microsoft Edge 的安全网络。在 Edge 这里点一下这3个点的按钮，点击打开 Settings， 找到 Privacy 这个选项，在右侧找到安全选项，打开，拉到底这里有一个 Use Microsoft Edge Secure Network， 打开它。它这里讲得很清楚，有 5G 的免费流量，我们使用这个推荐的选项就可以了，点击免费使用按钮，这样就好了。随便打开一个视频看一下它的速度，这个速度就算是还不错了，而且整个画面看上去也很流畅，就是这么简单直接。快速说一下 Edge 这个你一定要sign in啊，sign in了才能用，没有sign in不能用啊。Edge 讲好了，现在来看一下 Warp， 这个之前已经讲过了，但是还是有小伙伴问一些问题，这个算快速回复一下，给各位拜个年，新春快乐，马年吉祥 ，Happy Chinese New Year。首先来看一下 Warp 在 Windows 上启动不了的问题。首先当然是你一定要卸载旧的版本，而更新成最新的版本。这里根据自己的需要从这些选项里面下载安装，下载就能安装，不必太过担心。在 Windows 上安装好 Warp 以后，还是会有连接不上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需要创建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必须命名成 MDM 到 XML， 因为它就是一个 XML 的文件，它里面所要的内容就这么4行，无论你是复制粘贴还是对着抄都可以。准备好这个文件以后，在 Windows 上你必须把你的 Warp 关掉，然后把这个 MDM 到 XML 的文件移动到 C 盘 Program Data Cloudflare 底下，把这个 XML 文件放到这个路径底下以后，你就可以重启你的 Warp 了。这个时候去尝试链接就应该是可以连得上的了。这是关于 Windows 的一个设置。同时我要强调一个重点，就是如何关 Warp， 无论是在 Windows 上 Linux 上还是在 Mac 上，不是这样简单的给它关掉。我们以在 Mac 上为例，你要打开 Activity Monitor， 然后搜索 Warp， 选中搜索出来的所有结果，点击终止运行啊，这样才是完完全全的关掉，然后再重启你的 Warp， 这样 MDM 到 XML 的文件才会起作用。只有这个配置文件起了作用，在 Windows 上才能连上啊。然后讲一下协议，无论你用的是 Zero Trust 还是用的是 Warp， 它最核心的改动就是要把隧道协议改成 Mask， 就是这个协议啊。这个 Mask 协议是一个新协议，我们就以 Zero Trust 为例，来快速看一下设置的过程。这个之前那个视频已经讲过了，这里只是快速的说一下，之后再说一个在手机上如何使用 Warp 的实操。首先打开 Cloudflare， 然后登录 Cloudflare， 然后点 Zero Trust。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设置好我的免费计划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如果你还没有设置，你可以到设置这里，它首先会需要创建一个团队，这个团队的名字最好是要记住，因为你等一下 login 的时候是会需要 login 的。在 Zero Trust Performance 里面，你会需要 login 到你的 Zero Trust 的团队里去，这个就是 Zero Trust 的团队名。我是已经设好了，所以看不见，但是正常情况下进来先需要设团队，设了团队会需要绑卡，也就是必须绑银行卡，绑了银行卡就可以开始做基础设置了。在默认的设置里面找到隧道协议，直接把隧道协议改成 Mask 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要选这个新协议。免费的团队目前一个账号就只能支撑一个，而且并不能删掉重建，
而且必须要绑银行卡。你可以点一下计划，这样你会看到它确实是一个免费的计划。不过至少目前我没有找到有什么办法可以删掉旧的团队，重建一个新团队的。点到团队名称里面，这里最多就是可以改一下团队的名称。换言之，你在设置底下找到 Web Client， 然后设置好团队之后做的设置就基本没有办法再改了。当然，核心依旧是要把隧道协议改成 Masque， 就这个。改好以后记得重启 Zero Trust， 重启以后记得要在 Performance 里面重新登录一下，也就是在这里重新登录一下。再说一下，更新协议之后关掉 Warp 或者关掉 Zero Trust， 然后重启，不是简单的把软件关掉重启，而是比如说在 Mac 上你要在 Activity 里面搜 Warp， 然后把这能收到的全部的都关掉。如果在 Windows 上应该是在任务管理器里面搜一下 Warp， 然后把能收到的全部关掉，这样关掉重启才是有效的。接下来看一下如何在手机上应用 Warp。 首先到 Google Play 的商店里面去，我们这个是以安卓为例iOS 的也差不多，核心依旧就是要把协议换成 Masque， 就是 Masque 那个。到谷歌商店以后搜索 Warp， 找到以后安装它，点继续，安装好了点打开，点下一步，点同意，点安装，点同意，这就安装好了。点这样3道杠的按钮，在 Advanced 底下选择 Connection Options， 也就是连接选项，然后选 Tunnel Protocol， 默认情况下是 Auto， 我们就直接选成 Masque 就可以了。关掉，退到桌面上，打开浏览器，这里用的是 Chrome 的浏览器作为例子，这样就可以播放 4K 的视频了。你自己看一下，它的速度还不错，整个画面也很流畅。这期讲了2个东西，一个是微软 Edge 的安全网络，它是自带5G 流量的，在这里写的很清楚，有5个 G 的流量，这5个 G 的流量是免费的。参考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的就是不花钱。另外一个是大名鼎鼎的 Warp， 它设计和使用的一些要点，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